第35章断狱神功。雾气没有散，反而在林间越压越低。原本还能看清3、5步外的人影，此刻只剩模糊轮廓。湿冷的雾贴着地面流动，像一层无形的重物附在山林之上，连枝叶的摩擦声都变得细碎而迟缓。虫鸣早已停歇，空气沉得让人胸口发闷。原本围杀司业的刀手们几乎同时向两侧退开，他们没有收到命令，也没有彼此示意，只是本能地让出空间。这是对强弱差距最直接的反应，本能比思考更快。有人低头，有人收刀入鞘，有人强行压住急促的呼吸，目光却忍不住望向雾中踏出的那道身影。监察司深色官服贴身而立，裁剪利落，袖口暗纹在雾气中若隐若现，如冷铁刻痕。那人步子不快，却稳得可怕，每一步都像量过一般。山风吹来，衣角只掀起半寸，又自然垂落。他整个人笔直地站在那里，像一柄插入地面的长刀。他的脸色极白，白得几乎没有血色，那是常年因功淬体后留下的底色，像玉石经过反复打磨后透出的冷光。眉目清秀，神情却淡得近乎冷漠。监察司千户，冷无声，声音不高，却在雾气里清晰传开。冷无声，监察司内声名最盛的千户之一。他出身寒微，13岁被送入监察司，18岁第一次独立执行任务，手下无生还。25岁断狱神功第6层圆满，30岁踏入第7层。10年间，他踩着无数人往上走，心性冷硬如铁。至于是否真为千户之首，外人难以评断，但在他自己心里，这个位置从未让出。监察司人人修断狱神功，此功共有9层，传言每进一层，便是将自身再断一次。第1层碎皮，第2层入骨，第3层化境，第4层透脉，第5层风穴，第6层逆血，第7层裂狱，第8层生机再续，第9层传说可断肢重生。无数太监苦修此功，只为博一线可能，夺回失去的尊严，成为真正完整之人。冷无声也不例外，他不信天命，只信力量。他相信只要踏入第9层，一切都能逆转。第7层裂狱，那进入体如碎裂玉片，层层爆开。寻常第6层内功者接下一掌，经脉便会寸断。冷无声的目光落在司业身上，平静而专注。他在估算对方的呼吸节奏，站姿重心，握剑角度。下一瞬，他动了。雾气没有提前预警，枝叶也未晃动。司业后心却猛地一寒，几乎是本能的反手横剑。阴柔掌力已贴上剑身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响，只有一股刺骨的寒意顺着剑锋钻入手臂。那感觉像无数细碎的玉片在经脉中爆裂，冷而厉。剑身低低颤鸣，司业手臂瞬间发麻，胸腔剧震，整个人被推得向前滑出3步，脚下泥土翻起，碎石弹飞。他终究压不住那股翻涌的气血，一口鲜血喷在雾中，猩红在白雾里迅速晕开。不语脸色骤白，下意识向前一步，却被残余掌劲震得胸口发闷。他第一次真正明白第7层意味着什么，这种掌控压得人喘不过气，远超内力高低的比较。冷无声眉梢微动，他原本预计这一掌足以震裂心脉，却只逼出一口血。司业仍站着。你练的是什么？语气依旧平淡，但目光已变得锐利。他看不出路数，那件事沉重如山，却在沉重之中暗藏流转，不像他熟悉的任何宗门功法。司业没有回答，体内裂狱劲仍在爆开，寒意沿着经脉蔓延，细碎的刺痛如针反复扎入5脏6腑。他强行沉气，将武士压入丹田深处，仿佛有山岳在体内落下，一寸寸压住那股阴寒。痛楚仍在，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细微刺痛，但气息终究稳住。刀手们看得脸色发白，有人低声喃喃裂狱劲，语气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敬畏与狂热。他们很清楚第7层意味着什么。冷无声再踏一步，这一次动作刻意放慢，他要所有人看清楚什么是第7层真正的威势。掌势前推，空气被挤压出细微裂响，雾气被逼退数尺，那洁白掌影在雾中格外清晰。司业举剑迎上，剑势沉落，如山压顶，2股力量正面撞击，
闷响在林间炸开，地面裂缝迅速蔓延，枯枝被震飞，刀手们被气浪掀翻，有人跌坐在地，有人双腿发软，甚至有人膝盖一软，直接跪下。那不是命令，是压迫。雾林更深处，引凤门的人早已伏低，暗红衣妹在雾中若隐若现。秦岚立于林后，目光沉静地锁住场中两人。他没有出声，却早已准备在必要时出手。场中冷无声退了半步，他低头看了一眼掌心，那里浮起一丝淡黄痕迹，极淡，却真实存在。他的眼神终于真正变了，从漠然到专注，体内气息全面运转，第7层烈狱境不再收敛，寒意扩散，雾气在他身侧凝结，掌势化繁为密，细小寒劲如雨般向外爆散，林叶被削落，空气嗡鸣，丝叶四面受压，寒意甚骨，视野微微晃动。他强行踏前，子势暗转，武士沉落，剑光翻起，沉重之中开始带动流转，山势之下暗流汹涌，两股力量再度碰撞，雾气被撕开一道巨大空白，地面在裂，林木颤动。冷无声目光彻底冷下来，第6层内功竟能正面承受第7层烈狱，这样的人绝不能留。他的气息再度拔高，周身寒意几乎凝为实质，整片雾林像被一只无形大手攥紧，真正的杀势正在凝聚。冷无声没有再前踏一步，他只是缓缓抬起右手，五指张开，掌心向上。那动作并不剧烈，却让整片雾林的温度再次下降了一层。他体内的真气开始转向，烈狱爆散之势开始向内塌缩，寒意收敛，气息压低，所有细碎的欲裂之境彷佛被重新凝聚成一块完整的寒玉。刀手们脸色同时一变，有人低声颤道：“玉龟。”他们知道那是什么，断狱第7层真正的核心杀势，烈狱归元，先烈再归。遂静静收于掌心，一击落下，所有爆散之境会在对手体内同时引动，掌劲会在体内同时炸开，经脉承受的不是震退，而是整体崩裂。冷无声的眼神彻底沉下来，他这一掌本不该用在第6层对手身上，但他已不再愿意冒任何风险。思叶站在原地，他感觉到了刚才散入他经脉中的那些细碎寒劲，此刻忽然变得躁动，像无数冰屑同时震颤。他的心口猛然一缩，若这一掌落下，那些残留在体内的烈狱竟会同时引爆，经脉承受不住，丹田也会被震裂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子势不再暗藏，武士也不再单纯沉落，两股原本分明的气息在这一刻第一次真正试图融合。这种融合极其粗暴，像把两股洪流硬塞进同一条河道，阴阳两劲在体内碰撞，像两条河流硬生生撞在一起，经脉瞬间剧痛，视野一黑，他差点站不住。不语在后方看见丝叶间线微晃，他的心猛地提起，那股曾替他压制迷毒的力量忽然再次流动，紫金般的气息在他胸腹间盘旋。他下意识往前一步，空气在他身侧泛起极细微的波动。冷无声余光察觉到异样，却没有分心。他的掌终于落下，没有巨大的声势，只有一股极度凝缩的寒意笔直压向丝叶胸口。掌未至，雾气已被压开，地面下陷半寸。丝叶没有退，他也退不得，剑在手中微颤。下一瞬，他不再单纯举剑，他向前一步，整个人撞向那一掌。武士沉落到极致，子势自剑锋窜起，阴阳交汇，剑锋画出一道极沉的弧线，掌与剑正面相击。这一次的声音不同，一声低沉而悠长的震鸣在林间滚开，像山体深处传来的回音。冷无声掌心凝聚的烈狱劲在碰撞的一瞬间被强行撕开，但同时残留在丝叶体内的碎劲被全面引爆。丝叶胸口剧震，鲜血再度涌出，他整个人被震退数步，脚下连踩数次才勉强稳住，地面被踏出一连串深坑。刀手们惊骇地看着这一幕，
他们从未见过有人正面硬接烈鱼归元，更从未见过有人接下后还能站着。冷无声也后退了半步，这一次是真正的后退。他的掌心发麻，气血微动。那一瞬，他清楚地感觉到对方的剑势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东西，剑势里多出一道沉稳而流动的力量，山势与暗境彼此咬合，不再分离。冷无声的眼神终于露出明显的凝重。你在破镜，语气低沉。司业没有回答，他胸口剧痛，呼吸沉重。子午两式在体内仍未完全顺畅，却已经踏出了那一步。雾林四周一片死寂，刀手们不敢动。引凤门暗处，秦岚的手指终于微微收紧。他看见了那一剑，那一剑的重量已经踏出第6层的边界。冷无声缓缓收回手，他的气息没有再暴涨，他在重新估算，第7层全力一击未能震杀对手，再拖下去变数会增加。雾气翻涌，林间风声再起。冷无声忽然露出一抹极淡的笑。很好，声音平静。那边看看，你能撑到几掌？第36章杀意转折。冷无声话音落下，雾林中的气息立刻起了变化。那种变化并不张扬，却比方才更沉。原本尚存余地的掌势彻底收紧，像一根绷到极限的弓弦。空气被压低，雾气不再四散流动，而是贴着地面缓缓翻卷，仿佛连山林都察觉到杀意正在凝聚。司业第一个察觉这股转折，他胸腔隐隐作痛，烈欲劲仍在经脉中余震未消，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细碎刺感。可冷无声气息一沉，他心底便明白，这场交手已经不再是较量，而是要分生死。冷无声没有再多说一句，脚下一点，人已掠出。这一次不再是试探式逼近，而是直线压境。雾气被他的身形撕开一道空白，他的掌影在半途忽然分化成3道，分取司业喉、心、腹3处要害。司业手腕一翻，紫剑先出。子式本属阴柔，剑光细密如影，连点3下，分别撞上3道掌影。每一次接触，剑身都剧烈震颤，阴寒劲力沿着剑锋灌入，手臂发麻。但紫剑只挡了片刻，冷无声掌势随即压下，烈欲劲直冲而入。司业顺势退步，舞剑在后方沉沉压落。武势如山，剑光厚重，一剑劈下，不求华丽，只求稳。掌与剑正面相撞，沉闷的震鸣在林间炸开，地面石屑被掀起，枯枝折断。两人脚下泥土同时塌陷，留下深深裂痕。冷无声眼神微沉，他能感觉到司业的剑势比方才更重了。那不是单纯的硬撑，而是将体内翻涌的阴阳2气强行压成一股整劲。他掌势在变，断域第7层的内劲自丹田而起，沿着经脉一节节推送到掌心，寒意不再散乱，而是凝成一股笔直劲道，贴着舞剑剑身渗透而入。司业只觉手臂骨节一震，烈欲劲顺着剑脊钻入肩膀，再由肩入胸，胸口一阵剧痛，喉头心田再涌。他强行咬住牙关，左脚踏实，紫剑忽然从侧方斜刺而出，紫势如影，角度刁钻，直取冷无声肋下空隙。冷无声反应极快，腰身微侧，掌势翻转，硬生生以掌心将紫剑震开。金铁交鸣声刺耳，火星在雾中一闪即逝，两人身影迅速分开，又在下一瞬重新撞在一起。这一次冷无声改为贴身压制，他的掌法本就劲深凌厉，第7层烈欲劲更是以侵入经脉为常，一掌接一掌，不给司业喘息的空隙。司业被迫以双剑交错防守，紫剑快，舞剑沉，紫剑锋线，舞剑压制。他脚步在林间频频转换，剑势不再单线进攻，而是交错沉落。每一次掌剑相撞，都能听见那就在金属中阵阵的低鸣。刀手们看得面色发白，他们从未见过第7层烈日神功全力运转的样子。掌锋所过之处，树皮被削弱，地面被震裂，甚至空气中都弥漫着一层刺骨的寒意。冷无声的神情也终于变得难看，他奉命活起来，可眼下交手已过数10招。
对方仍能站住不进。第7层的威名压在肩上，他心中那股骄傲开始翻涌。掌势一沉，在起时已不再留恋。这一掌不风穴，不锁喉，直接轰向司业心口。司业抬剑应接，烈狱竟全数灌入，胸腔如被重锤砸中，他整个人倒退数步，背脊重撞上粗壮树干，树皮炸裂，木屑四溅，鲜血终于压不住，从唇角溢出，或与心口一紧，几乎冲上前去。他看见司业肩线下沉，呼吸变得粗重，体内那股紫金气息随着情绪翻涌，自丹田而起，变得近乎血淋淋。可他强迫自己站住，他知道，若他此刻乱动，只会让司业分心。冷无声步步逼近，他的掌势愈发干脆，每一次出手都锁定要害。司业只能强行运转子午阴阳诀，子势在体内流转，将侵入的烈狱寒劲引向偏脉，武势沉落，死死镇住丹田。两股气息在经脉中交缠，他甚至能清楚听见自己血流的声音。在一掌落下，司业双剑交叉迎上，掌与剑相击的瞬间，他感觉到烈狱竟在体内炸开，视野一晃，膝盖几乎弯下去，他强行撑住，古剑自下而上反挑，沉重剑势带起地面碎石，直逼冷无声面目。冷无声侧身避开，却终于感受到压力。司业的剑不再只是防守，子午两式已经开始彼此咬合，剑光之中多了一层厚重与流动并存的劲道。冷无声心底一沉，再拖下去，对方或许真的会在战中破解。他掌心寒气再度凝聚，这一次他不再考虑武器。烈狱神功第7层全数爆发，掌心白气翻涌，连雾气都被逼得向后退开。司业站在树前，双剑低垂，呼吸粗重，鲜血沿着下巴滴落在泥地上。他抬眼望向冷无声，目光仍旧沉默。雾林深处，秦岚终于握紧了刀柄，他能看出来，这一掌落下，生死立分。冷无声没有再给司业任何喘息的时间，他脚步踏实，右掌向前缓缓推出。这一掌看似平直，却将第7层烈狱劲压缩到极限。掌心白气几乎凝成实质，四周雾气被强行解开，地面碎石被震出一跳。司业清楚地知道，若再以方才的方式应接，体内残存的烈狱寒劲会同时引爆。那一刻，他没有退，他强行闭目一瞬，子势沉入心脉，武势压入丹田，两股原本尚未真正融合的气息，被他强行推向同一条经脉，经脉瞬间剧烈震颤，疼痛几乎让他眼前发黑，像有两股洪流在体内对撞，随发出细微声响，血液翻涌，耳边无声。这不是水到渠成的融合，这是逼出来的。子午阴阳之气在那一瞬间突然暂合，剑势骤变，子剑不再单纯阴柔，武剑不再单纯沉重，双剑交错之际，一股完整而厚实的整劲自剑身爆发而出。司业踏前一步，他没有选择防守，他迎着那一掌撞上去。掌剑相击的瞬间，雾林像被撕开一道缺口，震响沉闷而深远，地面龟裂，裂缝沿着两人脚下向外蔓延。冷无声第一次真正后退半步，他掌心传来剧烈反震，气血微微翻动，而司业体内却在同一瞬间全面失控，强行融合带来的反噬远比烈狱劲更凶猛，经脉承受不住那股整劲的冲撞，细微裂痛从丹田蔓延到四肢百骸，他喉头一甜，鲜血再度喷出，双膝几乎同时一沉。这一次他没有完全站稳，不语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他清楚感觉到司业体内那股原本尚在控制中的气息忽然暴走，同时他自己的丹田也猛地一震，那股紫金气息像是被某种力量牵引，从沉寂中苏醒，心跳加快，血液发热，视野变得清晰的过分，他甚至能看清冷无声掌势中每一道细微劲落。这不是恐惧，是一种被逼到极限后的觉醒。雾林四周刀手们已经完全说不出话，他们看见千户后退，也看见司业吐血跪地，场面一时间竟诡异的静止。
冷无声脸色终于阴沉下来，他没有想到第6层内鬼竟能逼他退步，更没有想到对方居然在死局之中强行融合气势，杀意在他眼底彻底成型。既然如此，便不必再留余地。他体内寒气再度凝聚，这一次他决定彻底碾碎对方的经脉。雾林深处，秦岚的手指终于松开刀柄，他没有动，他知道还不到时候，但他的目